好，欢迎您持续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接下来要看到我们的邻近国家日本哦。为什么最近日本发生了一件事情？我自己看到也蛮惊讶的，不过目前还没有办法证实那到底是什么。也就是有一团火球看到这是在九州很多地方都看见这个火流星居民很说这是黑夜变蓝天你看到这一道闪光是直接照耀一颗火球划过夜空，而且照亮了鹿儿岛一带，而且还有一个蹦的巨响现在有人认为说可能是陨石啦，还不确定这个资讯必须还要再看后续的这个官方的数据跟资料才能显示到最正确的资讯。但我们来看到美军现在2栖运输舰在冲绳近海失火，这是美国纽奥良号的直升机登陆船乌舰它的舰首附近冒烟那美军随即向日本请求协助，目前人员伤亡未明。那美军的第7舰队也证实了这件事情。那美军的状况好像常常会有一些失误，尤其我们看到他之前8月21号的时候，美国海军在7月份的时候，加州外海测试无人舰艇时，你可以看到它直接熄火，然后互撞。这个事故蛮严重的那他想要打造无人舰队却爆意外所以现在看起来它的发展非常不顺路透社直接也点评说，这个美国海上无人机采购部门因其最高的将领被解职而受到冲击，所以五角大厦一位高级官员在上个月的时候就跟海军的高层一次坦诚会面的时候表达说，这个无人舰艇的计划，我感到蛮担忧因为他们希望对抗的是中国战略嘛，但现在这个状况那么多，发展又不顺，非常的受到考验。好，我们再看到2021年10月2号的时候，有个康乃迪号的核潜舰在南海也发生了撞山事故，那延长乌修选择性有限的维修期也在2023年2月正式启动。那3月份的时候，海军就告诉海军新闻说，维修期理论上会扩大到31个月，就是2年多的时间那我们再讲一个这2013年美国的水兵不想执勤，就直接放火烧掉了核子潜舰。这个纵火大兵坦诚说，是他在吸尘器旁边的一堆抹布上面纵火，那事件就造成了7个人受伤，就这样损失了一个5亿美元的核子潜舰所以美军在这个无人机潜舰或是一般核子潜舰上面这事故非常的多，到2013年都还一直有这个一直都不断。所以现在中国这边是不是也是看说，哈哈，美国你们这边自乱阵脚吗？因为他们接下来93阅兵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跟重头戏，他们当然要秀肌肉好，现在微博热搜、百度热榜都在看。好，我们看到第9名是阅兵训练，哇，现场整个看得热血沸腾，还有93阅兵一整个期待住了。还有人认为说，这93阅兵将会有装备首次的公开亮相，非常的期待那这个阅兵到底是不是剑指美国呢？我们看到共军有说，坚决的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那坚定的捍卫国际公正正义，然后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跟强权政治那外媒则是对于中国93阅兵说，至少会有5款的中程僚机型的无人机，那就要展现是这个新型的垂直起降无人机跟多款的新型飞弹，包含外形类似超高音速武器的这个鹰击17还有鹰击19，那显示中国在无人航空跟飞弹技术上面已经有了一个全面性的突破，所以当然要在93的部分来展示那中国解放军93阅兵有彩排意外曝光了新战车那有包含是4面雷达跟 APS 的系统那这个当然是解放军开源情报专家这边分析的。他说这款战车其实印有蛮清楚的部队番号，应该在这里然后有几率率先的汰换现有的59式改那战车，那他说加速中国装甲的现代化。那我们再看到93大阅兵也有亮点这是铿锵玫瑰，也就是民兵女方队首亮相说是67年来多次的新回归。他说这次首次安排了民兵女方队上阵来自15个省，然后抽组民兵来这个参与。那新亮相的女兵穿着改良的迷彩服，显得更加精神。那每天必须要在烈日8小时的曝晒必须嘛，因为她要做的很直挺嘛，
要去阅兵也不是开玩笑的要做好万全的准备。那93的这个北京大阅兵也有些细节附框啊，像是时长大概是70分钟，设有45个方队。好，那看完93阅兵之后，我们就要看到，其实不只是他们在国内有阅兵秀肌肉，他外长也在外头蛮奔波的。我们看到他的外交，他去了巴基斯坦，其实他是先去印度啦，然后呢，接着要去巴基斯坦。不过他在巴基斯坦之前，又在新增了一个行程哦，他先到了阿富汗，很忙很忙，比周杰伦的牛仔更忙。好，王毅结束了对印度3天的访问之后，本来要转往巴基斯坦访问3天，结果他又先增加了去阿富汗喀布尔哦，并出席了第6次中阿巴的3方外长的对话。那中国、阿富汗跟巴基斯坦外长举行的这个对话呢，3方是同意在各个领域上面交流合作。我们就看到啊，他们说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来干预这个地区，那坚决反对任何组织或个人在这个国家从事损害彼此国家主权、安全跟领土完整的一个行为。那阿富汗这边也特别讲到啊，说，中国王毅来访啊，讨论开矿及加入“一带一路”哦。那王毅就直接告诉了喀布尔说，北京热切的期望在阿富汗探勘跟开采矿产，而且希望阿富汗正式的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啦。好，那确实现在在整个国际上面这个美国、日本的同盟是不是有点落差呢？造成这个中国现在反而大秀肌肉更明显。我们问教授，去巴基斯坦、阿富汗以外，今天制作单位准备了一个非常重要而且非常好的题目，我来谈这个题目好了。好，因为时间有限。支撑美国霸权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美军的霸权。美军的霸权，尤其在西太平洋的部分，相对于崛起的中国，还能够保存吗？最近出现了很多大家看似意外的事件，可是意外却有其中系统性的连结。第一件事就是制作单位准备的，在昨天下午所发生的一件大事，美国2栖运输舰纽奥良号就在冲绳的白滩海军基地的附近，突然起了大火，到现在还没有查明大火的原因。日本的海上自卫队跟海上保安厅帮助他们去救火，整整烧了12个小时，现在原因不明。我们如果再往前追溯，在前一阵时间又出现了美国的大黄蜂在弗吉尼亚的海岸又坠毁了，虽然飞行员这时候弹跳保留了生命，但是飞机没有了。大家记得美国去打胡塞武装的时候，2艘大黄蜂还掉到海里去了。好，再者，去年的时候，美国很重要的2栖攻击舰叫做好人理查号，提早退役了。为什么？因为也是一样发生了纵火事件，把它严重的损害。好，除了这个以外，刚才制作单位也准备了一件事，有一个美国的水兵，他因为感情上遇了挫折，他把这一个在维修厂里面的这个核子潜艇迈阿密号，把它给烧了。这一连串的事件啊，美国的海军作战部其实已经调查了，他认为目前32艘的美国的2栖攻击舰里面，至少有一半出现了3个问题：训练不足、管理不善、系统失灵。那这一个问题为什么严重呢？那我告诉你，最后告诉你原因。因为美国现在表面有11个航母战斗群，但是福特号最大的那个根本没办法用。最近在中东要退回美国的横须贺基地的尼米兹号要退了，所以美国要做世界霸主、世界警察，它的航母不够用。刚才讲到的无人舰队又频频出事，
所以美国就发展出来一个折中的办法，叫做闪电航母。什么叫闪电航母？就是用刚才所讲的纽奥良号那一种两栖运输舰，或者好人理查号的两栖攻击舰，这个大概都是排水量都在2.5万吨到5万吨之间的轻型航母，配合了可以垂直起降的 F-35B 的战斗机，用这个来补充航母的不足。但是刚才我讲过了，频频出事，系统失灵，美国的闪电航母计划可以说已经瓦解了，已经破产了。对，就是相对于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一个消一个长，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军事上的霸权，美军霸权也即将不保，尤其在西太平洋。93哦，大家都在这个解谜，很多人都说到后来都变成军盲，也就是看不太懂，有一些特定的这个项目，要等着他93真的在做介绍的时候，才知道他确实的内容。但是孔里面，尤其是2次的这个预演，特别是第2次的预演，拍了很多的照片哦，大家都在推论。那第一个鹰击飞弹呢，从15、17、19、20到21，通通的系列的这种超高音速的飞弹，通通都到位。还有呢，新型的这个战车哦，那这是一个反而是这个炮管的口径比较小，1.5的这个口径哦，那表示说它的材料跟它的技术一定有精进哦。同时，它的雷达四面的这个相位雷达呢，就表示它是针对什么无人机哦。所以我觉得其实它都在做陆上的这些的全面的武器的呈现，因为空中的你看到过去这一段时间，大陆的6代机3款不同6代机都已经飞上天空了，在做试飞。然后呢，海上的去年的珠海航展当中，许多的无人机的这些航舰，加上一连串福建舰的第8次的海试，已经可能就会在9月3号宣布正式的成军。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中国大陆在现在中美竞争对抗的态势当中不止在经济、在科技、在贸易上跟美国真正是一个棋逢对手，全面竞争。现在呢，在过去比较弱势的军事层面，在各种武器在各种装备，不要说再加上去年9月25号测试成功的12000公里东风31A 的洲际弹道飞弹，打到夏威夷的南部，所以这些都呈现什么？我在军事面，我跟你美国也可以在全球，至少在亚洲，在太平洋的西岸能够去拍板，能够去对呛。这表示什么？这表示在这个区域，这个大区域，其实它已经具有军事的主导，已经不是单纯的所谓的这种反介入或者是拒止。而这个时候，各位，今天上午我们行政院院会通过了台湾明年的年度政府预算2兆8000多亿台币，有1/3是国防预算，9500亿台币。他把国防部的8100亿加上退辅会的1100亿，加上海巡署300亿，我们现在知道海巡署只有300亿的预算，加起来9500亿，占我们 GDP 多少？3.8%所以已经超过3了。然后呢，还要加上没有算了这一次里面的7000亿台币明年的特别军购预算。各位，我们有3块钱，里面有1块钱花在国防上你看看93人家所呈现的内容跟项目，已经不是在针对你台湾了，是在跟美国呛虾了。以后这个93会在历史上留个意义，就是中美之间在全球的军事能力上，其实已经是相接近对等了。我们台湾这边还是在这边做更为存的，在不断的想要说增加预算去求美国川普的欢心，真的搞不清楚现在的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好，将军看到这个93阅兵，很多人关心尤其他们的武器展现。对，那我们知道93阅兵呢，其实应该是国军扩大庆祝，因为在抗战这8年，国军在主战场，国军牺牲了321万6千多个国军将士，才赢得了抗战最后胜利，日本投降。
那受降的时候，就是在民国34年9月3号，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实施受降典礼，日本向中华民国投降。是这样，应该台湾国军要扩大庆祝，这是国民革命军抛头颅洒热血啊，才赢得了最后的胜利。那还不包含老百姓的伤亡，老百姓伤亡超过1500万啊！南京大屠杀只是其中的一部分30万，所以现在反而变成中国大陆拿去高调庆祝，变成这个状况。它这次九三大兵有3个特色，我们看，相较于70年，它的70周年的这个抗战胜利。他这个是80周年，他有3。第一个人最多将近4万人，规模很大。我们知道你这个4万人的，一共45个阅兵方队，还不包括空中梯队，哪怕地面的这些战车梯队，还有无人机梯队等等，还有导弹梯队、火箭炮梯队，还有就是我们讲到的弹道飞弹梯队，所以它有各个梯队，所以阵容是很庞大，4万多人。那这4万人看来有3大特色，这个除了规模最大之外，另外我们知道无人机。它无人机除了中程僚机之外，像它的无人机的话，已经是超音速无人机了。一般来无人机的话，都是在次音速。螺旋桨它这有喷射，那喷射的话，它不是就是超音速，那叫中程僚机。因为战斗机超音速，它不在旁边陪到也要超音速，这样才跟得上。关键已经走向 AI 化了。因为这个是 AI 链接到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战斗机上面，由战斗机做指挥这些空中的无人机去做一些相对的空战运动，还有这个对海或对地做炸射，这是第2个我们知道无人机这个梯队。第3个，他非常重视这一次的阅兵呢，非常重视空权，所以他的空中梯队大家注意看会非常庞大。空中梯队当然除了陆航那个80就是26架这么飞80周年嘛，然后这些战斗梯队包含歼击机，这一次歼35第一次出来。因为上一次的话，歼20已经出来了，这是歼35也出来，还有舰载机歼15T，还有歼15的电战机也出来了，这是海航部队的，所以有陆航直升机，有海航的舰载机，还有空中的，包含的轰6的系列的轰6K、轰6J，还有轰6N 都出来了，运油20，还有空中加油梯队、空中预警机梯队。换句话说，将来夺取制空权是中国大陆在建军这一方面的一个重点指向。是，好，我们广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欢迎姐回到节目现场。大家看到了，川普跟普京谈完之后，川普又跟欧洲还有泽伦斯基谈完了。好，现在到底会不会有3方会谈呢？有人说美国被俄罗斯耍了，为什么？因为现在看到川普在阿拉斯加不是跟普京谈吗？他的目标有隐藏的目标是打破中俄的核心哦。说川普试图在大国三角关系上面对美国采取强硬的态度之前，要重新绘制一个三角格局的努力。但是现在华盛顿的失误恐怕会导致俄罗斯跟中国大陆是越走越近哦。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说，如果你是把我们排除在外的话，只有纯粹是只有提到乌克兰话，就是死路一条。他说，俄方能接受的前提是对乌克兰的安全保证在平等的基础上面，而且要包含中国、美国、英国、法国等国的参与哦，不然就是死路一条。那俄罗斯阻止谈判，我们现在看到是拉夫罗夫也希望中国大陆加入嘛。那川普这边就说，我愿意允许2人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首次会晤，但人准备好，如果有必要，我还是会介入哦。那相比川普之前不是也很开心的说他在第2任摆平了7场战争吗？说平均每1个月就解决了1场国际冲突，说值得颁发诺贝尔和平奖哦，他真的很想拿到。好，学者现在说真的是无中生有，恐怕会有一些灌水的疑虑啦。当然哦，这川普自己的个性哦，其实没有演变成军事冲突，但是也没有停止战争嘛。好，我们再看到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哦，他最新对印度说了重话，他说印度哦是从中套利啦，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说。But if you go back and look pre-22, pre-invasion, 13% of China's oil was already coming from Russia. Now it's 16%. So China has a diversified input of their oil. If you go back and look now, I believe India had less than 1% of their oil, 1%, and now I believe it's up to 42%.
So Wow. India is just profiteering. I would call the Indian arbitrage, buying cheap Russian oil, reselling it as. 好，帮大家前情提要，原因就是因为印度的关税拉高到50%，印度就很生气嘛。那贝森特就讲说，因为你本来这个进口俄罗斯只有1%，现在要42%，你就是在谋取暴利啊。好，那印度减购中国加码CNN 说，中国炼油厂下定至少15船援攻印度的俄国石油所以现在川普不是以关税威逼印度吗？减少要购买俄罗斯石油，就原本是俄罗斯石油大买家的中国就趁机抢进了，吃下印度减量的量所以这个 CNN 就说了，中国炼油厂到现在已经是有15艘油轮量的俄罗斯原油，10月、11月就要交付。好，我们再看到现在看着中国买家涌向巴西，然后美国的豆农蛮着急的他说，如果不能跟中国达成协议，要有这个严重的经济损失。好，那我们看到了白宫开通了官方的 TikTok，TikTok川普用 TikTok， 我们赶快看一下。Every day, I wake up determined to deliver a better life for the people all across this nation. I am your voice. 好，过去川普最讨厌 TikTok， 现在用了 TikTok 无视不卖就禁的命令，白宫正式开了这个 TikTok 的账号，宣扬川普的政绩不过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中国官员表示说，他们不会将抖音的演算法出售给美国啦。好，我们持续要请教教授，哇，怎么看现在国际局势，尤其是川普用 TikTok？ 对，他现在用 TikTok 其实不是现在开始了，他在选举的时候就已经大量的运用，透过 TikTok 来去争取年轻选票对他的支持。他同时也威胁，就是他可能会延续拜登那个时候的说法，要关掉 TikTok。结果他上来要求 TikTok 要卖，可到现在为止，确实如何的发展我们并不清楚。不过 TikTok 对大陆而言其实根本已经不重要只要你核心的技术还是在就是这个字节跳动这边的话，其实你卖你买无所谓。那至于现在贝森特所讲的印度其实刚才不是谈到王毅到巴基斯坦跟就是阿富汗去吗？王毅在这个之前18号、19号，其实在新德里印度的，他见了苏杰生外交部长，见了国安顾问，最后见到了莫迪。苏杰生达成10大共识，也就是双方决定要重新建构双方的相互关系，要直飞，然后呢要增加这个贸易，还有呢稀土，然后呢跟国安顾问达成边境要和平解决，明年要再开这个会议，然后甚至要讨论到如何解决边境问题。跟莫迪确认8月31号他会去天津的上合会和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见面。至于会不会之后转到93去北京看，这个都没有谈到。所以中印关系因为印度跟美国闹僵，美国川普因为不喜欢印度在这个能源的上面有一点在这个等于是在偷买油然后呢又偷卖油，然后卖给谁？卖给欧洲的这些国家耶。所以这样的情况，他对他又加了25%，变成50%的关税，印度非常的愤怒，所以呢转而去改善跟中国的关系。这种美印中这3的变化在这几个月之内，你觉得非常的具有戏剧性。可是呢，这就是印度它的特质，它就是左右逢源。那左边不行的时候，它靠向右边。那可是呢，我们看到，如果随着这个俄乌战争可能会有一个停火停战的话呢，那是不是美国跟印度关系又会改善？很难讲。所以呢，中国大陆谨慎的看待印度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变化。但是呢，这里面的重点是，到底俄乌战争接下来在这个8月底之前会不会举行？双边、3边、4边，双边都知道，就是普丁跟泽连斯基在哪里还不知道。3边如果举办的话呢，就加上美国会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4边欧洲加进来，会不会举办，在哪里不知道。所以现在连时间、地点都还不确定。当然，更重要的是内容是什么，讨论怎么样的具体停火协议、安全保障、领土，这都会是一个大的问号。川普，你真的想领诺贝尔和平奖吗？
看起来你讲的这7个战争你都要终结，好像功劳都不是你的哎，但是你都往自己身上贴就是了。当然他会这样子。邱毅委员，基本上啊，谈国际谈判，不管是2边、3边、4边、更多边，基本上他没有什么谁耍谁的问题，他就是狼变狼，先变先呐、看谁比较高明嘛。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嘛，所以没有所谓的谁耍谁的问题。贝森特面对印度倒是说了非常坦白的话，你印度的特色就是变，你印度的特色就是没有诚信，尤其是喜欢发这种所谓的灾难财。他特别举了例子啊，在俄乌战争以前，从俄罗斯进石油，中国是13%，俄乌战争以后，中国只增加到16%啊。印度呢？俄乌战争前是1%，俄乌战争以后是42%啊，42啊，1到42啊，这么大的比例，而且印度在干什么事？低价从俄罗斯买进，高价再卖给欧洲，做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倒爷。更重要的是，美国有好多的大企业都向川普诉苦啊，他们到印度去投资。结果屡屡受挫，为什么？印度本身就是一个双元社会，它这个 M 型的社会，有钱的很有钱，穷人穷的不得了，而且印度的基本设施很差，再加上印度的人治色彩太重，他的查税高兴就来查，不高兴就什么事都没有。印度的审批也都是官方说了算。他说要松就松，要严就严。你印度没有在制度上轨道，你会让很多的企业没有办法安心的到印度去投资。所以印度被企业界称之为什么？叫做外资坟场。到印度去就吃亏嘛。台湾有2个很大的企业到印度去也吃了大亏啊，一个是中钢，另外一个就是鸿海科技。在印度里都吃了大亏嘛，所以贝森特我觉得他还保留了在华尔街做金融大亨的这样的味道，在对印度的评价里面，他确实具体的说了实话，而且他也建立了说，为什么美国不报复中国，但是却报复印度，把印度的关税提升到50%，是事出有因的。是将军，我们那个知道这个乌克兰战争呢，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这种谈判，我认为主导权是在这个普丁手上，因为泽伦斯基他没有办法，他整个战争现在是这个后继乏力，然后现在的俄军的攻势反而更能凌厉，所以这样的话，他那个泽伦斯基乌克兰怎么办呢？那尤其这个欧洲这一方面，欧盟也产生了战略错误，当初他们压单边，因为那个时候美国总统是拜登。那民主制度一定会有政党轮替，拜登下台，川普的做法是不一样。那压单边，你看马克龙当初跟这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关系多好，切断了，英国也通通切断，他们现在只能走美国路线。所以在白宫里跟谈判的时候，这个在谈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下面听训队形，通通做好，这个包含英国的总理、法国的总统马克宏怎么呢？还有德国总理、意大利总理，还有这个我们讲到的冯德莱恩，都在下面听训队形。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跟俄罗斯谈了，只能靠川普去谈。但川普的态度是不一样，这个是拜登闯下的摊子，现在川普要来收，是这个状况啊。那现在欧洲跟这个普丁这一方面的路线全断。所以欧洲当初走单边主义，犯了非常严重的战略错误。他们应该跟俄罗斯还保有外交的关系，应该是这个样子，还可以跟这个普丁可以有电话热线，或者可以做穿梭的协调外交，结果都没有了。现在都要靠美国，结果美国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他要让美国再度伟大，原则上是不希望有战争的这种爆发，那希望收手。那现在谁能够跟这个普丁来谈呢？那大概也只有美国。美国的态度是意兴阑珊，所以现在的主旋律是掌握在俄罗斯总统普丁上面。所以现在泽伦斯基没有下台阶，
他现在已经走到死胡同，也不能承认，因为这个事实是很残酷的，要割地投降非常残酷，但又不得不面对，因为已经没有办法再打下去了。越打，将来现在能够停损是最好，将来越打，乌克兰还要丢更多土地，乌克兰还要死掉更多的人，同样的，乌克兰还要欠更多的外债还不了，所以没有办法。你现在泽连斯基怎么办呢？他已经骑虎难下了，当初犯下了重大的战略错误，欧洲也犯了重大的战略错误，美国总统原来的拜登总统也犯了重大的战略，3个战略的错误用起来，造成乌克兰现在的残局。欢迎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好，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先来介绍特别来宾，首先是文大国际所教授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好，前国安会秘书长杨永明。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好，另外是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因为我常常会不小心把别人名讲错，有讲错过，所以我讲话就比较的慢一点点。好，不管如何，我们现在来看哦，最近赖总统，因为他在726被完封之后，现在823，哇，看起来哦有一点还在疗伤当中。那民意对他是怎么看的呢？好，我们就来看到现在赖总统最新是有讲到啦，说这个灾后复原的进度哦，他感谢朝野的支持哦，说这个重建特别条例，他说感谢朝野不分党派的支持哦，以最快的速度3读通过，目标是在9月底前完成全部的受灾户媒合，还有这个污损的这个慰助金已经核发超过70%了。好，但这件事情呢，现在感谢，但之前我曾经有说在野不是中共同路人吗？有人又打了一个问号。那现在确实哦，这个赖总统的民意信任度哦，是有点像是流水一样。有一点点慌张吗？我们看到台湾民意基金会最新民调，赖是33.3%，那美丽岛在7月的国政民调，赖清德是37.2%，TVBS 的赖总统支持度剩下28%。好，那民进党人士表现说，这个民意如流水哦，所以民进党以前我们遇过更大的难关呐，免惊啦。好，因为2018年的时候，曾经民进党也是非常的糟，但是后来蔡总统还不是连任选上了，有人是这样解读。好，但是为了解决内部的冲突，是不是会制造一个外部的敌人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当时也拉着北韩垫背嘛。这赖总统要效仿这样子找中国继续当沙包吗？好，不过我们看到现在赖总统他不是说有些人觉得他的朋友越来越少那是不是连他的国师都唱反调了？国师是谁呢？老谢啦，谢金河。好，那他最新的说法是说，这个川普不是到处动作频频，成为世界焦点，一面处理俄乌战争，又频频点名台积电跟台湾，又向印度开征了关税50%，使得全球的政经出现了微妙变化。那反观中国利用西线无战事的机会，他认为中国正在悄悄的壮大自己，全力的发展 AI， 像是上海股市创下了2015年的新高，中国股市市值突破了100兆人民币。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中国正在闷声发大财啦。好，很多人懂老谢的就觉得说这句话怪怪，有点猫腻。为什么？因为他过去都不是这种论点哦。他过去是怎么讲呢？我们看到2024年10月，他讲说台湾未来的好大家都不相信，中国的惨会出乎意料啦。那也说这个2024年12月，去年底的时候说中国难挡下经济下滑的颓势啦。那说这个日本的失落30年棒子要交给中国。那在2021年的时候，直接讲说中国即将崩溃说习近平强硬的经济革命会有资本市场的血流成河。好，谢金河过去的论点跟民进党这边的论点，还有美国论点比较是属于说中国会自己崩解啦，就是说共产体制会自己崩解啦。结果现在说他在闷声发大财，奇怪了，怎么会有一点点唱反调呢？好，不过我们确实看到现在中国他们又有在做一些创新的文化的部分，就游戏之前黑悟空不是很夯吗？现在有个新作是黑神话钟馗。
然后光轩说，这个曝光之后，结果网络上我们说台湾到底剩什么？有人说剩绿色鬼话啦，还有人说黑神话妈祖吗？还是有人说绿神话莱尔校长？还有人说是不是绿神话卓奎哦？所以大家就有点感慨说，对岸已经发展的这个部分蛮多的，我们到底在干嘛呢？那也来看到了是这个有蛮多人也是不太看好这一次的这个公投啊，或者是这个选举哦，因为我们看到黄伟汉他之前有讲嘛，他说首波大罢免完败，他说有4民意哦，民进党不改哦，恐怕会继续输，所以现在应该要放低身段哦，否则未来会输得很惨哦，那就是谦卑谦卑再谦卑嘛。好，那也现在他又讲到，因为川普最新说到说这个光电跟风电是世纪骗局哦，黄伟汉也特别讲到说最近能源的事情嘛，因为823就有一个公投跟能源有关，民众对于绿能、火力跟核电的拉扯感受甚深哦。他说，川普的大动作一定会影响台湾。好，那讲到川普呢，我们就来看到他到底怎么讲这件事情的。他说，风电跟光电是世纪骗局哦。他说，任何新建而且仰赖风电跟太阳能的州，通通都面临电力跟能源成本破纪录的成长。他说，这是本世纪的大骗局哦，甚至还说美国的蠢日子结束了，甚至要喊个 mega，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个标语要出来哦。好，那为什么最近大家对这个川普的事情有讨论，主要是一个我们公投是823这边的这个核3的演绎，另外就是大家原本对绿能其实也没有到非常反对，不过看到了这个7月初的风灾之后，光电板的画面呢，你看这个清理出来的光电板无法掩埋、无法燃烧、更无法拆解，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核废料，这些东西要清去哪里呢？所以这个环境部有开罚嘛，但很多人说这开罚300万太少了吧，这对环境污染很大哇！所以现在绿电跟核电又变成台湾一个拉扯的部分。好，我们首先要先问邱毅委员，连谢金河这样的人在台湾都可以被称为国师，你就可以知道台湾未来的经济的前景是乐观还是悲观，是光明还是暗淡。赖清德感谢在野党朝野共同努力，让灾后重建特别条例通过。我一听到这个特别条例，我的感触就非常的深。我经历过太多特别条例的通过，从陈水扁时候开始那时候一样是台风水灾所以就有了治水的特别条例而这个特别条例到马英九执政时期又追加，然后到了蔡英文时期有前瞻预算，里面又有特别条例，然后里面也有治水的部分。那时候搞了很多的滞洪池，搞了很多的堤防，我还特别下去看，很多的堤防只盖一边，另外一边没有，但另外一边的钱哪里去了也没有追。所以这一次特别条例通过了，我得提醒在野党，你们真的要去追一追，在过去从陈水扁到现在治水的特别条例所编出来的预算所花掉的钱已经有4000多亿台币，这4000多亿台币到底性价比如何，用到哪里去，中间有没有人被人上下其手贪污掉了？我要再提示很多的堤防只做一边另外一边没有所以台风一来的话，水淹的反而更严重。好，那现在谈到滞洪池，当时为了防水灾建了那么多的滞洪池，结果呢，你先到滞洪池去看，铺满的光电板，这些光电板让滞洪池这一次台风进入嘉南平原变得一点用处都没有，这个责任谁要来负？所以不但要通过这一次灾后重建的特别条例，把钱拨下去，但是过去所花的钱，你要不要好好调查？还有这一次为什么造成那么大的伤害？很多几千根的电线杆被台风吹倒了，阻碍了消防车，阻碍了很多救火救灾的工作。那为什么电线杆会倒？一倒的话，几千根电线杆都倒。我记得台电编过5645亿的
电往地下化的计划啊。赖清德做台南市长的时候，我在他隔壁县市啊，我也知道赖清德对台南市的市民说，他已经要去跟台电申请这笔预算，把电往地下化，就是把电缆、把电线杆都地下化。结果呢，有吗？没有啊。我们现在发现电往地下化，嘉南地区都没做啊。而高雄还是因为邱意莹去质询了当时的行政院长以后，才落实一部分。你觉得这个要不要追究？当然要追究啊！还有台湾的这个农业部长，到底你在干什么？为什么告诉民众说可以这个渔电共生？结果现在很多的渔塭下面养鱼，上面光电板，就把鱼全堵死了。台湾是世界的养殖王国啊，台湾是养虾王国、养鳗鱼王国。结果这么一搞的话，全没了。什么渔电共生？要不要追究政治责任啊？要不要追究行政责任啊？所以台湾未来会面对更严峻的挑战。包含了关税叠加的问题，中南部的中小企业倒了一片了，都在无薪假，都在辞退员工了。未来失业的问题怎么解决啊？台湾现在已经变成不适合投资的地方，外资不来了，内资跑掉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你想想看，赖清德，你后面该做的事情多得很。你把方案给提出来嘛？当家才知当家难嘛。你看他现在民调，现在确实最低是到28%所以很多人关注这件事情。教授，民调跌落，反映出其实对于这一阵子赖清德政府在大搞这个大罢免，726全输都不说，他还要搞这个823，大家都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因为台湾人不喜欢这种嬉闹式的夺权游戏，这根本是个闹剧。那同时你自己又无能治理，太多的问题全部都呈现出来。那特别在对美的关税谈判上面，一个文青副院长，结果呢搞到现在，你大家还记得关税吗？但还是暂时性的哦。你请问你什么时候要告诉我们对美关税到底是多少？然后呢，汇率再加上10%。如果讲关税的问题现在开始问题都会陆续浮现，而台湾可能会是最糟糕的。第一个，当你关税高筑的时候，你一定会影响到经济，你内部的通膨，美国的经济接下来，你看到川普用各种的手段的方式呢，想要支撑他那个失业率，他那个通膨，但是我跟你讲很难。同时，你看到，当你关税高筑的时候，你外国进来的商品一定会变少嘛。中国大陆输往美国的商品，今年上半年1到6月减少了9.9%。日本昨天公布，7月份日本出口到美国减少10%，而且连10个月减少。各位，关税从8月1号才开始，在8月1号之前，7、6、5、4月都是算10%的基准关税，都减少了。8月之后，各国输往美国的，包含台湾输往美国的，我们要被扣20%，还再加上汇率，你觉得会增加还是减少？谢金河后知后觉，而这个不需要先知先觉，你只要基本的经济101，你都知道这个东西。现在呢，香港今年上半年成为全世界金融排名第3，仅次于纽约、伦敦，远超过新加坡。为什么？大家的资金 IPO 什么都现在往中国、往香港去流了。所以各位，我觉得其实现在情势越来越清楚，川普只能够自困愁城。那我们台湾呢，现在还抱着他，甚至台积电可能要被他给拿走，已经给他1650亿了，他还要入股吗？这样子的这个作为，
而到现在为止，赖清德一句话都没有讲，不能忍受，不能接确实很多受。民众现在对于台积电这件事蛮担心的哦。那我们也看到赖政府的团队好像都没有什么解方哎，将军。这个赖清德他民调崩盘，只剩下这个28%，就是大概还要继续往下低，还要往下跌宕。因为这个民调，我认为 TVBS 的民调可信准确度比较高，其他民调因为有机器人有 AI 可以灌水，但是 TVBS 的民调在历次的各种选举，它的精准度是最高的是 TVBS。那我们来看最重要那个赖清德他犯了3大的战略误判。第一个大罢免大失败，他不要去搞这些，因为现在台湾的民众啊，有到中南部去，台湾的民众希望安定，希望稳定，好好拼经济，但是赖清德搞错方向，拼政治，老是斗在野党，拿媒体斗在野党，把在野党的主席抓起来关起来，错了，他认为他这样错了，他去操纵司法，操纵媒体，赖清德你应该把方向搞到治国，把心用在改善民生。改善生计这一方面把台湾的经济搞起来。现在台湾的薪资劳工的所得是亚洲4小龙最后1名，你看弄成这样。以前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啊，台湾的薪水啊是4小龙之首前面，现在是敬陪末座。以前我们经济成长率还4小龙夺冠呢，现在都没有了，这个都已经变成这往日了，明日黄花了。现在变成赖清德要把这个方向赶快调回来。像这个大罢免大失败，就是他犯了战略的误判。第二个，关税谈判他都弄错了，关税谈判跟美国谈，他很乐观啊，可能跟日本跟韩国一样，结果日本韩国15%，我们20%，还叠加关税，一看我们所有的这个厂商哀鸿遍野，生意没办法做了，多少要倒店，要关厂，变成这个状况，完全战略误判，没有一个就是说这个严阵以待。找专家出来，找专业出来，找有经济背景的出来，有谈判的经验的出来，没有战略误判。这个现在变成我们的税率在整个东北亚、韩国、日本，包含菲律宾，我们都比他们高，生意很难做。现在生意很难做，当然他拿了这个老百姓的薪水，他没有影响，但是企业家影响非常的大。第三个战略误判，我认为他这个朝野和解，他没有做朝野和解，他的战略误判就是说，他国际走单边。亲美抗中，那国内呢？他也走单边，他不要接朝野。到现在为止，他上任快1年半了，没有见过在野党主席，没有。再来谈一谈，喝咖啡，聊一聊共商国事，我们台湾要怎么努力，从来没有。往后可能要有，也很难。他就这样走单边，认为可以，应该他是少数政府，少数在立法院也是少数。既然双少数，应该走联合政府。要这个样，他都不走联合政府，通通用民进党的人，通通政治分赃。那政治分赃，肥了民进党，苦了老百姓。所以赖清德这3大战略判断错误，造成他这个黄鹤一去不复返，他的民调还要继续下滑崩盘。好，那他的这个民调，这个赖总统在823之后会不会稍有起色呢？还是又继续往下？还是蛮多人关注的指标。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